你这昏君，朝堂乃是议政肃穆之地，你日日在此享用这臭烘烘的吃食，成何体统？哪里还有半分帝王模样？太臭了，实在太臭了！真不知陛下日日享用的这榴莲螺蛳粉究竟是何等滋味。母后，您不妨尝尝，这两样皆是世间绝佳美味，虽说闻着刺鼻，入口却是鲜香无比，堪称天下至味。哀家不吃！来人，即刻将进献这等污秽异味吃食的人给哀家绑来问话。太后不必动怒，草民在此。母后，您可切莫怪罪。这位奇人就是林峰林爱卿，他绝非只是进献榴莲螺蛳粉这类世间美味，最关键的是凭借他的济世良策，我朝税收已然翻了将近10倍，乃是实打实的社稷功臣。哼，既然有这般功绩，哀家今日便暂且不与你计较，往后哀家定会好好观察你的所作所为。好家伙，这老太婆还挺凶。林爱卿，这位衣着奇巧、容貌绝美的女子是何人？手榴弹，快卧倒！保护东家，有绝世暗器，东家当心！你们给我下去！压死我了！话说这里怎么会有这玩意儿？难道还有传过来的人？东家千万别过来！这暗器竟然会自己发出声音，还会闪烁耀光，这恐怕是江湖上失传已久的摄魂音波功。落叶显灵，东家，咱们是不是招惹哪路神仙了？林峰，大前朝第一首富的好日子，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吃饭了吗，宝？没吃的话，是我帮两拳。李如东，我天哪，真的是你！你怎么也穿过来了？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林小东，放手，你勒死我了！哎呀，抱一下怎么了？至于这么小气吗？东家，这位姑娘是？我是从20。诸位兄弟莫慌，这位乃是我早年远赴海外仙岛求学时，同在一个师门学艺的小师妹柳如东。行啊，你林小乐，当年科3你要是能有刚才躲炸弹那么快的反应，至于不考2次吗？我可是听说了，你在古代混得风生水起，连水密路都修出来了。嘘，我现在叫林峰。原来是东家的师妹，俺就说嘛，能跟东家同门的肯定都不是凡人。只是柳姑娘这身打扮，还有刚才那会唱歌的铁疙瘩。老韩啊，海外仙岛的规矩和咱们大前朝不一样，这叫仙家进庄，方便翻山越岭。至于这个铁疙瘩，那是我师门的迎客法器。刚才那首曲子是用来庆祝亲友重逢的祥瑞之音。原来如此，祥瑞之音，好名字啊！不愧是仙岛的宝贝。行啊，林小乐，几年不见你都会忽悠古人了。你这忽悠古代人的本事简直登峰造极了，连蓝牙音箱都能编成祥瑞之音。闭嘴！你想死我还不想死呢。从现在起，在这大前朝你就叫柳如东，记住了，这是你的古代名字。穿越这事儿不能跟这里的人说。这位小姐姐可是真漂亮啊，难不成你已经在这里找老婆了？别胡说，这是我们天下第一送管账的。哦，那就好。东家，这是城南沈家商铺那半条街的房契，我已经全部买回，从今日起便全数并入咱们的物流网络中，能否作为我的追加注资？当然没问题，有钱一起赚呗。师妹远道而来，这身打扮未免单薄，若是惹了巡城御史的闲话就不好了。小六子，从公账上只取500雪花银，带柳师妹去京城最好的锦绣娥置办行头。既然是东家的师妹，这钱自然该由我这个做姐姐的来出。谢谢姐姐好意，我还是觉得这样穿舒服。你们这里上个厕所太费劲了。厕所？哎呀，师妹来的正好，你带来的那份仙家绝密图至关重大，我必须立刻禀报陛下。老韩，备车，我得马上去见皇上。东家，这就去。母后，烦请您给儿臣接一下电话，就用手指点这个绿按钮。这是何物？喂，能听见吗，陛下？草民林峰给陛下请安了。林爱卿，你人在何处？陛下，臣在总部。我有一个大力发展建设的想法，一会儿就带着图纸过来向陛下汇报。好，林爱卿，你速来一下吧，有急事。哀家不吃。来人，即刻将进献这等污秽异味吃食的人给哀家绑来问话。太后不必动怒，草民在此。林爱卿，这位衣着奇巧、容貌绝美的女子，不知是何人，是否有婚配？此女子简直是仙姿异貌，绝代风华呀！朕这后宫又要多一位美人了。我天哪，
这老头子对我有想法。回陛下的话，我是师兄的女朋友。女朋友是？你别乱占我便宜，谁是你男朋友？大哥，救命啊！我才不要给这老头当妃子，他年纪大的都能当我太爷爷了。当个娘娘不香吗？接下来要搞钢铁大楼，弄自动驾驶，正缺一个懂现代机械工程的牛马苦力。要是这丫头真被皇帝关进后宫锁起来，那我的基建计划去哪儿找免费的高级工程师？陛下恕罪，师妹在海外仙岛待久了，用词有些古怪。她口中的女朋友乃是我们仙岛的隐语，意为生死相托的道侣。道侣？正是，仙门规矩森严。若是强行拆散，惹怒了海外师傅，草民接下准备大力建设的那些仙家图纸和神镜，恐怕也就再也无法重现世间了。美人固然好，但与大前朝的千秋大业相比，一个女人算得了什么？更何况林峰那一脸被逼无奈的表情，看起来实在不像是在撒谎。原来如此，是朕唐突了。林爱卿，快给朕看看你们带来了什么仙家图纸。我警告你啊，李如东，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下次再拿我当挡箭牌，我就亲手把你送进后宫去给皇上倒洗脚水。好家伙，自动驾驶的货车都有了。你既然懂设计，以后就是重工研发部的苦力交给你了。难道你没有系统吗？有，但是不能常用。东家回来了，城南那半条街商铺已经全部完成过户交割，周边的几个传统粮商和当铺试图抬价阻击，被我用3倍的定金和2份对赌协议逼退了。干得漂亮！小雪，有你坐镇大后方，我这心里简直比吃了定心丸还踏实。柳师妹既然进宫面圣回来了，想必仙家图纸的事情已经办妥。若是师妹的图纸需要大量真金白银来打造，这每一笔款项的支出都得由我亲自审批。好说好说，沈姐姐管账，我绝对服从安排。这俩人还挺有意思。沈总管，您让我去江南找的人，我找到了，人已经带到门外了。快请进来啊！小姐，老奴终于找到您了，老天开眼啊！钟叔，您快起来，您受苦了。小美小姐，您都长这么大了，老爷在天之灵，若是看到小美小姐如今的出息，定能含笑九泉啊！一个能把户部尚书算计到发配边疆的冰山冷美人，小名竟然叫小美。钟叔，如今我已成年，那乳名便莫要再叫了。小雪，你别觉得不好意思，乳名嘛，既然钟叔都叫破了，那本东家今天也就豁出去了。其实我在海外仙岛，我小时候我妈给我取的乳名叫小乐。原来这是阿姨给您起的呀！小美、小乐，还有你，柳如东。天意，这简直就是天意啊！大前朝新集团今天就要在这里诞生了。从今天起，天下第一宋全面重组，涵盖餐饮、物流、日用百货等各方面的综合集团。集团的名字就叫美了东。美是沈清雪、小美，乐是我，东是李如东。不愧是东家，用3个人的名字给商号起名，合理绝了。还得让皇上给写3个大字，能有个品牌效应。美了东集团下设3大核心事业群：第一，黄衣骑士，由沈总管亲自统帅，主攻餐饮、外卖、生鲜跑腿，不仅要送得快，还要把控所有酒楼的命脉。第二，蓝衣骑士，由我亲自直管，主攻下沉市场，成立大前跑腿和批刀刀业务。不管是替人买菜排队挂号，还是帮人买油盐酱醋，蓝衣骑士全包了。第三，红衣骑士，老韩统领护卫，柳师妹提供机械图纸，主攻长途大宗物流、冷链重卡运输，天下官道皆由红衣把守。今晚我就重新设计工装。东家，这美了东的布局，当真是前无古人。既然东家有此等气吞山河的雄心，我沈清雪定当为你守好钱袋子。算我一个，不就是攀科技柱吗？我拿手的很。很好。框架已经搭好，那接下来就该给古人上点真正的硬菜了。外卖的骑手我们有了，但大前朝的食物太过单一，难以支撑起我们庞大的日龄量，所以我准备投放第一颗碳水炸弹。东家，这是何物体？难道这是可以使用的东西？大前朝只有粟米，古人几千年来都没见过小麦，明天开始大量种植小麦。本东家要让大家尝尝什么叫面条，什么叫馒头还有面包。林峰真有你的，我怎么没有你这样的头脑？古人见到小麦会是怎样的反应？反了天了！那个叫林峰的仗着修了几条破路，居然敢把手伸进咱们的饭碗里。沈家那个丫头更是不知好歹，居然花重金强行买下了南城半条街的商铺，这是要断咱们的生路啊！孙掌柜，他们又新建了美了东集团，连宫里的贵人都天天点他们的外卖。咱们要是硬碰硬，恐怕……怕个屁！我今天就把话撂这儿，传我的令，京城8大粮商立刻结成同盟。从今天起，连1粒陈年碎米也不准卖给美了东。不仅如此，
我听说那林峰疯了，居然花钱把城北那片寸草不生的盐碱地全给买了下来，说要种什么鲜粮，那地方连野草都长不活。等过几天他的外卖大军断了粮，我看他拿什么去给那些达官贵人送饭，到时候他还得乖乖跪下来求我卖米给他。哈哈哈哈！东家，出问题了。城里的8大粮商联手封锁了我们的进货渠道，我们后厨的存粮最多只能维持黄衣骑手3天的外卖消耗。这群古董玩垄断倒是无师自通。林峰，要不我造几辆装甲铲车，直接把他们的粮仓大门给平推了。你一个女孩子不能这么暴力，咱们是正经生意人，打打杀杀的成何体统？他们封锁粟米，太好了，我正愁怎么让大前朝的百姓改变饮食习惯呢。吩咐下去，黄衣骑士这3天的外卖订单限量供应，今晚带人跟我去城北的盐碱地，大前朝的饮食革命今晚就要开始了。系统，兑换1万亩分量的现代抗盐碱高产冬小麦种子，再给我兑换些超级细素催熟营养液。积分扣除成功，现代特级小麦种子已发放至货车内，超级催熟营养液已就绪。所有人听令，顺着地涝把货车车上的种子全给我撒下去，不需要深耕，撒完就退后。见证奇迹吧，老铁们！神奇，东家是神农转世啊！这么高产的粮食，这么短的生长周期，一旦推向市场，京城的8大粮商的垄断将会在瞬间变成一个笑话。师妹，我昨晚让你研发的机器搞定没有？小瞧我这现代高级工程师，全自动收割机，这些应该够用了。开工！天亮之前，我要看到雪白的面粉。遵令。孙老板，早啊！吃了吗？没吃的话，本东家请你吃碗大前朝第1绝味。林峰，你少装神弄鬼！城里的粟米全在我手里，你这麻袋里装的是什么？莫不是走投无路，把石头磨成粉，想拿来充饥吧？石灰粉，无知限制了你们对美食的想象力。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拉面。我的天，这白泥巴居然能拉成丝还不断！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历，竟能做出老夫从未见过的东西？老丈，第一碗您来尝尝鲜，这叫面条，是用面粉做出来的。太好吃了，太有嚼劲了！老朽活了60多载，吃了一辈子的残羹，竟然不知世间还有此等弹牙爽滑、鲜美绝伦的吃食。林东家，给我来一碗，我出1两银子，我出2两，给我来一碗。咱们的米还卖得出去吗？孙老板，听说你们仓库都快堆不下了，我们专门收购陈化粮，用来喂牲口。若是孙老板的米卖不出去，生了虫，不如以市场价的1成折卖给我们，如何？哎呀，这面粉做的面食真是太好吃了。现在如东即如东，动手！这是什么店？竟然可以看到里面？这样的铺面还是第一次见。各位街坊，美乐东旗下第1家快餐店今日隆重开业，招牌美食至尊黄金宝吮指炸脆鸡限量供应，开业大酬宾，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这水晶做的大窗户真是阔气，可这黄金宝是个什么吃食？怎么连个碗筷都没看见？哼！林峰何在？给本官滚出来！原来是王御史和刘总管，2位大人今日大驾光临，是想来一份咱店里的双人超值套餐吗？放肆！你这卖的是什么妖邪之物？本官刚才看得清清楚楚，你店里的伙计竟然用手直接抓着啃食。我大前朝乃礼仪之邦，食必用筷，饮必用器，你竟然让人如野人一般用手抓食，简直是有辱斯文，败坏我大前朝的社会风化。就是这等粗鄙不堪的吃法，简直是对食材的亵渎。我看你这铺子里乌烟瘴气，定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劣质肉块。来人啊，把这伤风败俗的黑店给封了！这帮老古董是不是有病啊？真想暴揍他们一顿。莫急，你且看东家怎么处理。他从来不做没把握的局。王大人、刘总管，你们说我这用手抓着吃的食物是有辱斯文，那如果我说今天有一位全天下最尊贵的人，马上就要来这里用手抓着吃呢？一派胡言！全天下最尊贵的人乃当今圣上，皇上驾到！林爱卿，
朕来尝你说的那什么汉堡了。微臣叩见陛下。陛下，您来的正是时候。草民为您准备的大前朝第一份至尊套餐刚刚出炉，只是刚才王大人说您当下连用手抓着吃，乃是有辱斯文，败坏风化，正准备把这铺子给封了呢。朕还没吃，你就敢封？你是觉得朕也是那有辱斯文之人吗？微臣不敢，微臣万死。到一边看着，朕今天倒要看看这仙家美食到底有多粗鄙。陛下，这便是至尊双层牛肉黄金堡以及特供冰镇可乐。这东西竟然能做到如此松软蓬松，好吃，太好吃了！这什么宝竟如此极致口感？陛下，光吃肉容易腻，请尝尝这杯冰镇可乐。爽，太爽了！王本宗，这就是你说的有辱斯文，这等极致松软，口感层次分明，令人欲罢不能的仙家佳肴。从今往后，谁再敢以礼教之名非议林爱卿的生意，朕剥了他的皮！刘总管，从明天起，御膳房不用做朕的早膳和午膳了，每天派人来美乐东给朕打包2个这什么至尊黄金堡，还有那个炸的嘎嘣脆的鸡腿，听到没有？合理，陛下太合理了，奴才遵旨。林东家，给我来10个那个汉堡，我要带回去给我老母亲尝尝。我要那个冒黑泡的神仙水，给我来1桶。都别急，让我先点。大家别急，一个一个来。行啊，林总，借助打力，这波反向营销直接把古代汉堡店逼格拉满了。这算什么？汉堡只是开胃菜，等大前朝第一家综合大卖场开业，那才是真正对这群古代人钱包的。公子，地下人查清楚了，那林峰不仅在1楼卖那叫汉堡的吃食，他那栋楼的第2层也已经装修完毕，据说挂了个牌子，叫麦乐东综合超级大卖场，明日一早便要开业，放言要囊括天下百货。有意思，这林峰确实是个百年难遇的奇才。你看他1楼那些伙计，每人只负责一道工序，做面饼的只管做饼，炸肉的只管炸肉，这种近乎严苛的规矩，让他出货的速度比寻常酒楼快了10倍不止。但他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手伸进百货堂的。大前朝的百货水太深，他一个送外卖的把握不住。陆晨应去库房提10万两现银，他不是要囊括天下百货吗？明日本公子便去给他好好上一课，教他什么叫釜底抽薪。这些东西就这么摆在外面，任由我们自己拿。这位老爷，这叫自选购物。您推着车，看中什么直接放进车里。我们大卖场明码标价，童叟无欺，绝不讲价。选完了，直接去门口的收银台统一结账即可。天哪，这香姨子酱子只要30文。这糖怎么这么白，跟血一样，竟比贡罐还要好啊！这个也要。节省轻响啊！林峰，这吸金速度简直比印钞机还要夸张啊！别急着高兴，大鱼上钩了。林老板，在下江南商会裴文书，久仰大名。裴会长带着这么箱子来逛超市，可是看中了我店里的什么稀罕物件？林老板快与那裴某也就不绕弯子了。裴某今日是来给林老板捧场的。听说大卖场货源充足，陆晨去把卖场里所有的银盐白糖、香皂，还有那些稀奇古怪的洗发水，裴某全包了。全包了？这裴公子是来砸场子的吧？东家，他在用现银砸我们的库存底线。若是卖，我们的货架半个时辰内就会空；若是不卖，就砸了我们打开门做生的招牌。这是有备而来。哎呦，这古代的资本家还懂包场扫货啊！要不要我找几个红衣骑士，把他套麻袋扔到护城河里去清醒一下？文明点儿，我们可是正能量财阀。这怎么可能？我们已经花出去5万两银子了，可他的货架为什么还是满的？他到底在城里藏了多大的仓库？我不信他的货是无穷无尽的，给我继续买，加码！裴会长，且慢。裴会长今日消费巨大，已经成为了我们美乐东大卖场的第1位至尊黑金 VIP 会员。会员？那是什么东西？简单的说，这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凡是办理了 VIP 会员的客人，不仅享受9折优惠，更重要的是，以后可以在本卖场预存银两，出门购物无需携带笨重的现银，只需刷卡记账即可。当然，也为了防止某些心怀不轨的商贾恶意囤积居奇，扰乱市场物价，从此刻起，本卖场启动限购政策，每位顾客每天同类商品限购5件，多1件概不出卖。林东家仁义啊！要不是林东家限购，东西都被这帮万恶的有钱人包圆了。
林老板，好手段，好一招请君入瓮。裴会长过奖，大前朝的市场很大，不是江南商会一家吃得下的。这些打包好的香皂和白糖，就麻烦裴会长自己运回去了。哦，对了，欢迎下次光临。美了东，本公子记住了。林峰，山水有相逢，咱们的较量才刚刚开始。陆晨，我们走。爽！这古代富二代还挺有钱，10万两现银啊，够咱们盖一栋钢铁大楼了。东家，裴文圭此人城府极深，今日他虽然吃了大亏，但江南商会掌控着生丝茶叶等大龙源头，他必定会在源头上卡我们的脖子。卡我的脖子？他得有那个本事。小雪，让老韩准备好红衣重装车队。汝东，把你昨晚画的那个玩意儿赶制出来。既然他江南商会掌控源头，那我们就用钢铁和河轮重新定义大前朝的物流速度。公子，一切都已经安排的天衣无缝了。属下已经传达了您的最高商会令，江南道上下172家茶庄、55家丝绸作坊，以及所有的香料原产地，从今日起，一片茶叶、一根丝线都不准卖给京城的美乐东集团。大运河那边呢？回公子，草帮虽然被林峰收编，改成了水上的大运河的闸口和沿途的码头补给，多半还是咱们江南商会的人管事。属下已经让人以修缮闸口为名，彻底封锁了北上的必经水路。林峰就算有再多货源，本公子倒要看看他那大麦间的货架还能撑几天。这是一张密不透风的天罗地网。东家，江南道传来消息，裴文书联合了南方所有大商贾，切断了我们的茶叶和丝绸采购。同时，大运河的3个关键大闸全被他们强行关闭，大卖场里的南方货物库存最多还能支撑5天。小雪，但他根本不明白，现代物流的跨越从来不仅仅局限于地面。汝东，老韩，来后院的最高机密机库，咱们准备给江南商会上点真正的技术震撼。这是什么怪物？怎么像是一个巨大的鱼漂吊着个铁房子？老韩，没见识了吧？这叫林峰1号重载货物运输飞艇。林老板通过先导渠道弄来的装备可真给力，我带了上百个工匠，熬了7个通宵，终于把大前朝第1艘空天运输机给组装出来了。东家，这东西莫非能在天上飞？聪明，小雪，老韩，裴文兄掐断了陆路，封锁了水路，但他万万没想到，嫂子可以直接走空路。这艘飞艇不仅载重量大，而且在空中直线飞行，无需绕道。从京城到江南，大运河要走1个月，而他只需6个时辰。6个时辰，2000里。老韩，今天你亲自押机，直接降临在江南的茶山和蚕丝村，用白花花的现银，把裴文书退掉的那些货全部给我砸下来。俺老韩今天也尝尝当神仙在天上飞的滋味。赵老伯，商会的人刚传下话来，说今年茶叶不景气，收价再跌30%，若是不卖，就等着烂在山里当肥料吧。江南商会一手遮天，咱们这群泥腿子不卖给他们，还能卖给谁？认命吧。天门开了，神仙坐着天舟下凡了。老乡们都不用拜，我们不是神仙。我在京城美乐东同意中过寒龙谷，奉东家临行之命，走空路前来江南查岗。江南商会出价，我们美乐东在往年市价的基础上再30%，当场结算，绝不拖欠。美乐东做生意一言九鼎，老乡们搬货上飞艇，拿银子回家过节。诸位，今日大运河和陆路官道已经彻底卡锁，那林峰在京城的大卖场，如今恐怕已经无货可卖了。等明天一过，本公子要让他知道谁才是这大前朝的商业主宰。公子不好了，大局崩了！本公子布下的封锁网水泄不通，他林峰还能变鸟飞过去不成？他就是变成鸟飞过去了。他造了巨型银色非洲，韩龙虎带着人当场砸出几10万两现银，把咱们好不容易压下价格的明前茶和丝绸村的生丝，全部以高出市价30%的价格一网打尽了。咱们布置的几千个围堵人手，连人家的屁股都没摸到啊！能在天上飞舟，几万斤的货一天运走。快看，天上那是什么？是龙？不对，那是美乐东的旗帜。红衣军团空天回航，卸货！东家，江南这批货一旦在超级卖两上架，3日之内，我们能获20万两白银的净利润。江南商会的裴文书这次是真的要倾家荡产了。合理，这只是常规操作。
如东，3楼和4楼的设备调试的怎么样了？早就搞定了，所有的配重轴承、蒸汽循环管道全部通过了压力测试。今天就让这群古代的土著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现代上流社会的健康与享受。美乐东3楼至尊铁馆今日开业。你这里摆满了冷冰冰的铁疙瘩，连个座椅茶台都没有，莫非是想让我们来帮你打铁当苦力不成？林峰，你开这种铺子是在羞辱京城的权贵吗？康公子此言差矣，这不叫搬铁，这叫精细化肌群重塑技术。大钱的武者只知悍勇，却不知如何孤立强化身躯。雷体强化身躯，雷提督，您是武学大家，不如咱们来赌一把。哦，你想怎么赌？听闻雷群都单手可举100斤石锁，这里有30块仙岛特制的金刚配重，共计300斤。您只需坐在这里，双手拉下这根钢杆10次。若是成了，这3楼价值万金的陨铁哑铃臣双手奉上；若是败了，康公子和雷群都便要在臣这里办2张价值1000两的至尊黑金年卡，如何？哈哈哈哈哈！区300斤的铁块，还需用上这般繁复的锁链铁冠？本兄由战场上开30强弓都不在话下，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一力降10会。这铁冠有鬼，为何老夫的千斤坠内功使不上劲儿？精妙，简直太精妙了！老夫过去练功，大半力气都分散到了全身，从未有过如此精准、如此霸道的锤炼之法。林老板，这一罐仙粉是干什么的？这叫特级分离乳清蛋白粉，练后饮下1杯，能让受损的肌肉快速重塑，变得更加坚不可摧。神物，这才是武者梦寐以求的圣地。老夫看你这身板连30斤都抬不起，还不快给林老板把银子付了办卡？给我开个年卡，我也要练出雷公这般神力。那仙粉给本官留5罐，不留10罐。诸位大人，练出了一身臭汗，四肢酸痛，此时若是回府，未免不雅。4楼为大家备下了大钱第一洗浴王国，凡是办了铁馆年卡的大人，今日所有的桑拿、搓澡以及顶层果汁自助，全部免费体验。舒服。老夫当年的风湿老寒腿，竟然被这热气蒸得热乎乎的，一点都不痛了。雷提督稍微有点疼，您忍着点儿，马上就舒服了。哎呀！神技，这简直是神技啊！康世元，你小子刚才不是嫌粗俗吗？怎么你那台的师傅停了，你还在那儿哼哼？别停，师傅，再给本公子加一把力，往左边挪挪。哎，对，就是那里。林东家，老夫这辈子南征北战，今天才知道，以前的日子都白活了。你这云霄阁，以后老夫每天下了早朝，哪儿也不去，就住这儿了。本公子刚才有眼不识泰山，以后那带单间的贵宾温池，必须给本公子留着。东家，3楼铁馆和4楼洗浴今日一开，单是这些顶级权贵存入的预付现银，就达到了惊人的30万两，加上1、2楼的超级卖场，我们美乐东已经成了整个京城当之无愧的现金流之王。裴文珠要是知道他费尽心思搞的江南源头封锁，反而成了咱们进军高端服务业疯狂敛财的催化剂，估计在苏州得把肠子都悔青了。小雪、如东，敛财永远只是我们美乐东的第一步。有了这源源不断的现银，有了黑松山的金刚，接下来我要用这些钱去彻底砸碎大前朝这黑灯瞎火的夜晚。如东，明天开始把我们秘密赶制的发电厂和铜线运进城，我要让这云霄阁，让这整个大延朝的京城亮起万家灯火。我们要开启大延朝第一个真正的不夜城时代。如东，这次要是成了，大前朝的史上高低得给你记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少来这套，林大老板，答应给我的研发资金可一文都不能少。这台发电机只要一运转，产生的电流足够把整栋云霄阁彻底点亮。不过咱们在外墙和每层铺设电线，挂上白炽灯的动静可不小，账房那边顶得住压力吗？东家，如东担心的没错，外面的麻烦已经找上门了。京城万海邮竹行的总掌柜薛万山联合了巡夜司统领曹克利，刚刚给云霄阁下了禁止令。他们称云霄阁近日在外墙架设大量铜线和奇怪的琉璃球，违反了大前朝的风水禁令。巡夜司称，凡是日落后还在云霄阁逗留的食客，与商贾一律按违反宵禁律法查处。雪万山仗着宫内庞大灯油需求，每年敛财无数，他定是听到了风声，知道咱们要建不夜城，一旦咱们成功了，他的油烛生意势必黄。而巡夜司的曹克里，平日里没少拿薛半山的好处，这两人想要把我们死死按在白天。曹统领，这林峰当真是自大，
本官已经断了全城对云霄阁的供应，他今夜居然还敢大张旗鼓的办什么答谢宴，等再过一会儿天色彻底黑了，本官看他拿什么来照明？难不成让那群贵人们摸黑？巡夜司的300商校尉已经部署在朱雀大衙的两侧，只要沁自钟声一响，凡敢留在里面的商贾，本官定叫他们知道什么叫大权朝的王法。林老板，你这楼虽好，可这黑灯瞎火的，咱们连酒杯在哪儿都瞧不清楚，这宴席还怎么办下去啊？林老板，看来你这么大本事，也变不出照亮这10层大楼的蜡油啊！瞧瞧，这是本行特供宫廷的流光蜡。林老板要是跪下来求求本掌柜，本掌柜倒是不介意匀你几10箱，帮你撑撑今晚的场面。林峰，你这楼里若再无光明，本官便要以聚众滋事违反宵禁的罪名，将这楼里的闲杂人等悉数驱离。薛万山、曹克礼，你们以为这天地间的治理就是靠你那几根擦了猪油的烂木棍来照亮的吗？你们觉得大千朝的黑夜能永远这么黑下去？少在这里故弄玄虚，有种你现在就让这大楼亮起来！如东，开挂，入殿！我的眼睛，这什么妖法？天亮了，怎么可能天亮了？神迹！这是真正的改天换地之能啊！没有火，没有烟，我的妈，这合理吗？这琉璃球居然能比太阳还要亮！薛老板，你刚才说要卖我几箱蜡烛，我还真不稀罕。曹统领，现在宵禁时间到了，你不是要带人清场吗？本官，谁说要清场的？给朕退下！传朕旨意，美乐东云霄阁方圆3里之内，从今日起彻底免除宵禁之法。朕要让这片地方成为我大前朝万世不殆的第一座大前不夜城。东家，虽说咱们在各州府设立了分拣网点，但如今天下商贸往来，信息传递依旧太慢了。你说的对，速度的极致不仅仅是轮子跑得快，更是消息传得快。你在这屋顶折腾3天了，到底成没成？什么叫折腾？这是划时代发明，整个京城方圆50里都在他的覆盖范围内。飞鸽1天传千里，他1瞬传千里，只要按下铜扣，千里之外也能对话。那从今天开始，飞鸽可以退休了。那林峰如今越来越放肆了，不仅抢商贾的饭碗，如今连朝廷传信都敢插手。再这样下去，谁还压得住他？放心，他们每天派单都靠飞鸽，本河主今晚就让他们一只也飞不出去。等飞鸽被劫，这些密信自然会送进刑部。到时候朝堂上再由郑大人推一把，他林峰纵有通天本事，也得掉脑袋。妙，此计天衣无缝。陛下，臣要弹劾林峰，此人涉嫌通敌，提谋不轨。郑天友，你少血口喷人！林老板劫雪灾，修桥铺路，通什么敌？证据确凿，美了东飞鸽传信，密谋调动骑士冲击边关，人证物证俱在。郑大人，你确定你劫的是我的信？哼，死到临头还敢嘴硬，人证物证俱在。你那商号每日派单，不靠飞鸽靠什么？陛下，臣昨日与柳师妹研制出了仙岛最新的沟通神器，今日便将这第一批掌上灵犀献给陛下和诸位大人。林爱卿，这小盒子有何神妙之处？陛下，只需按下侧面的金色铜扣，您便知道它的妙用了。啊！哎呀，这铁盒子里怎么有光？还会弹琴？郑大人说臣靠飞鸽传信，真是不好意思。如今美乐东上万名骑手，全靠掌上灵犀互通有无，一字之差，瞬息万里。你胡说！就算这盒子能发光，又如何跨越千里传递消息？分明是在妖言惑众。
既然郑大人不见棺材不落泪，那本东家今天就让大家听一出好戏。郑大人在朝堂上一推波助澜，他林峰纵有通天本事，也得落个满门抄斩的下场。郑天友，你好大的胆子！陛下饶命，微臣是被姬长风蒙蔽了双眼。包围天通阁，将姬承风打入死牢，末将领命。东家，账目虽然每天都在翻倍，但我们的体力已经到极限了。如今我们每日收到的现银流水超过50万两，这么庞大的现银在街上运转，已经引起了各方势力的记忆。林大老板，要不我给你设计一款钢筋混凝土的超级地下金库，配上8道金刚密码锁，保证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建金库只能治标，不能治本。真正要解决的是让这些沉重的金属停止在市面上流传。沈总管，户部侍郎郭胜安带人把咱们余教阁的大门给围了。同行的还有京城最大钱庄聚丰德的掌柜钱富海。说曹操到，这帮传统的吸血劫鬼到底还是坐不住了。走，下去会会他们。郭大人有何指教？哼，指教不敢当。本官奉户部尚书之命，严查京城银两流转。你美乐东每日吸纳海量现银，却未曾经过户部银库的盘点与成色核验。本官怀疑你们私铸劣银，扰乱大钱金融。从今日起，凡是进出云霄阁的现银超过100两的，必须全部运往户部银库封存核验。每次核验需缴纳50%的评余费。林老板，开门做生意离不开我们钱庄的票号。你这每天几十万两的银子在街上跑，多不安全。只要你把银子存进我们聚丰德，本掌柜保证给你开出最稳妥的银票。当然，这存取的手续费咱们按老规矩办。此物名不与官斗，这美乐东再厉害，对上掌管天下钱粮的户部，乖人呐。郭大人、钱掌柜，你们以为没有了你们那些发霉的烂盐票，我美乐东的生意就做不下去了？林峰，你少在这里狂妄！没有户部的批文和钱庄的诚邀，难道让全城的百姓拿空气给你付账吗？付账，本东家今天就让你们开开眼，什么叫真正的信用啊！从今日起，我美乐东正式推出美乐东信用通兑金卡，无需携带一文现银，只需将此卡在我们各楼层的收银台轻轻一刷，天字1号账户扣除白银10两，余额10万两。总部调度台核对天字1号账户变动。总账房收到，天字1号账户变动已同步至云霄阁核心账目，瞬时结算完成。不可能，没有现银交割，你这不过是骗人的把戏。钱掌柜，今日半日之内，京城已有大小商号200余家，将累计300多万两白银直接存入了云霄阁的地下金库。你们聚丰德的银票，他们已经全部退回去。你这是在对抗朝廷！来人啊，把这黑店给我封了，把这个盒子给我砸了！皇上驾到！郭胜安，你要砸谁的盒子？皇上饶命！陛下，您怎么亲自来了？哈哈，林爱卿，你昨天给朕送去的这至尊龙纹卡当真好用。哈哈哈，我那帮奴才平时报账繁琐，层层盘剥，朕今日用这黑卡，美乐东直接结算了内宫所有的私仇和御膳御用。沈总管的账房一眨眼的功夫就把每一笔花销清晰地呈递到了朕的掌上灵犀上，账目清清楚楚，毫无贪墨之机。郭胜安，你身为户部侍郎，不想着如何为朝廷革新钱粮流转之法，反而勾结私营钱庄，试图阻碍美德东的立国神举，你当朕是瞎子吗？臣万死！皇上饶命啊！户部所有拨托给北方郡县2则结算，全部并入美乐东的信用旁系统。郭胜安罢官夺职，查抄家产，聚丰德一并查封。沈总管，给我办一张10万两的安金卡，我办一张，给我也办一张。2压1排系统测试完毕，压力表指针稳定，冷凝管路无泄漏。如东，过来尝尝这个，这纯天然牛奶做出来的冰淇淋，可比现在加了防腐剂的强多了。你倒是清闲，林大老板。不过咱们把这制冷机全开，每天消耗的电力可不小。沈姐姐今天早上还在对账，说外面有些不太平。东家，
夏日消暑的商战已经打到家门口了。内务府兵教总管韩德海联合京城第一神医魏长寿，设立了东兵御药亭。他们恶意切断我们的兵源，还散布谣言称云霄阁的凉风是阴邪之风。韩德海就是那个每年冬天才去河凿冰，存进地下黑土窑里，到了夏天再拿出来高价卖给朝廷的冰块大王。正是此人，他甚至联合了礼部，准备向皇上进言：如果我们的冷链断了，超级卖场里从南方运来的生鲜蔬菜、海捕大鱼，撑不过1天就会全部腐烂发臭。用几千年前传下来的塑土窑，也想来碰瓷我的现代冷链技术。小雪，传令给刘长顺，让他把全城蓝衣骑士全部调回。今天中午，我们在云霄阁门前大摆冰雪狂欢宴。他韩德海不是觉得自己的冬兵天下无敌吗？那本东家今天就让他开开眼界，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平地起寒霜。韩总管，老夫已经让弟子在各处宣扬了，林峰那高楼里的凉气毫无根基，根本及不上总管您那深埋地下白纸、吸收了天地冬眠之气的皇家御兵。今日只要您的兵一断，他的那些活鱼活虾，怕是全得变成一地臭肉。魏神医所言极是，这林峰再有本事，也得遵守天时。夏天就是夏天就是夏天，没有本官的冬兵。街坊邻居们，各位大人，今日天气炎热，我美乐东感念大家辛苦。今日午时，云霄阁前，极地冰爽冰淇淋极品镇海冰鲜无限量供应，开业大酬应，全部免费品尝。林峰，你少在这里打肿脸充胖子！本官早就下令，全城的冬兵库房1两兵都不会卖给你。你这些白铁车里装的是什么？莫不是用棉被裹着的烂水，想拿来坑骗百姓？诸位乡亲切莫上当，此人无兵可用，定是用了要挟之法。大家若是吃了，可是要闹人命的。韩德海，谁告诉你，没有你那些发霉的陈年旧兵，我美辽东就过不了这个夏天。娘，好大的冰！这不可能，这成色。这怎么可能是夏天的冰？还没完呢，老韩，上硬菜。老张，尝尝这个西瓜味的水果沙冰。神仙药，这是神仙吃食啊！林老板，给我来一整块这种水晶冰，我出200两。我要那个海鲜冰盘，太新鲜了，我这辈子都没在夏天吃过活鱼。韩总管，回去告诉你们那些老古董，大前朝的4季从今天起由我美乐东来重新定义。孟老太爷，外面的灾民都快把树皮给啃光了，咱们在各县的粮仓真的不放1粒米？放粮！如今天下大旱，粮食就是最金贵的东西。本老爷不仅不放，还要让各处的暗仓继续收紧。等那些泥腿子走投无路了，只能拿良田来求本老爷换米。至于那京城的美乐东，他们的信用牌再漂亮，云霄阁盖得再高，到了这颗粒无收的灾荒年，能当饭吃吗？本老爷已经让人锁死了清河的水闸，地里没水，天上有灾，他们那些外卖大军也得跟着玩完。东家，北方粮仓告急，孟庆祥联手了北方的传统地主，以修缮河道为名，强行锁死了各处水渠闸口。他们不仅作陷灾荒，甚至借机将粮价抬高了整整15倍。我们在北方的各处超级卖场已经连续2日采购不到食材了，大量的灾民正在向我们求助。若是再不想办法破局，北方的民生就要被这群老地主彻底挖断了。林大老板，地面的河水被锁了没关系。根据我的地质测刻图，冀州地表虽然干涸，但百尺之下的深层地下水脉却极其充沛。只要我们能把水抽出来，再配合我改良的快速高耐旱作物种子，就能在源头上完成逆袭。好，老韩、长顺，立刻集结红衣运输飞艇和2000名精锐的蓝衣骑士，带上如东的新家伙，咱们立刻赶赴冀州。这帮老地主想用老天爷和一条破河来卡我美乐东的脖子，本东家今天就掀了他们的棋盘。你们要干什么？这是朝廷和咱们商会的底界，谁允许你们在这里乱动铁器的？孟老爷，听说你锁了清河的水闸，不给周围10万的百姓放一滴水。清河水系乃是本老爷祖上出资修缮，本老爷想关就关，天经地义。没有水，你们这群京城来的运货贩子能奈我何？有本事你们让这干裂的泥巴地里自己长出水来啊！既然孟老爷有这个雅兴，那本东家今天就满足你。老韩，开钻！得令！通了，东家钻通了！水是甘泉，地底下真的有源源不断的水喷出来了。这不可能，这分明是妖法！哈哈，有水又如何？蝗灾降临，你们的庄稼一样得死光！孟老爷，别急着惊讶，抬头看看天上。飞翼矩阵听令，开启高空精准雾化喷洒系统。
孟老板，别急，还有呢。沈管家的红衣车队已经将这种超级耐旱良种平价发放到每一个百姓手中。孟老爷，你仓库里那些准备卖15倍高价的发霉陈米，现在可以留着自己慢慢吃了。完了，都完了。东家，真正的麻烦来了。吏部尚书顾维庸联合刑部侍郎崔弘毅，借着北方粮荒刚过的名头，在朝堂上强行通过了大前朝整治商民诏。他们搬出了士农工商的祖训，定下新规，凡民间商号麾下聚集壮丁超过50人者，刑商税率直接提升至70%。不仅如此，崔弘毅已经带人朝着云霄阁来了，扬言要以人数超光、图谋不轨的罪名强行查封我们美乐东。超过50人就算非法，我们光是京城的骑手就有3万人，要是被他们强行遣散，整个京城的餐饮、生鲜、百货物流会在瞬间瘫痪。这帮老顽固，自己不干实事，偏偏用这种手段来毁掉别人的心血。聚众重税，顾维云和崔弘毅以为大前朝的底层百姓还是1000年前那些任由他们揉捏的羔羊吗？老韩长顺，把前几天让你们秘密签署的新契约传达到每一个骑士手里。今天本东家就坐在这云霄阁，陪着大前朝的王法斗上一斗。围起来，连一只苍蝇也不准放出去。崔大人，中秋刚过，何必带着这么多刀剑来我这云霄阁砸场子？林峰，本官奉朝廷诏令，严查民间非法聚众。你美乐东集团私自招募数万壮丁，名为骑士，实为私兵，已有结党营私之嫌。这美乐东这次踢到铁板了。今日，本官不仅要查封云霄阁，还要将你美乐东所有的黄衣、蓝衣、马甲当场没收。凡涉案管事，悉数押回刑部大牢受审。发信号，是东家。林峰，你竟敢公然对抗朝廷，你这是要造反吗？崔大人，看清楚了，这不叫私兵，这叫美乐东全员合伙人契约，也是我美乐东的全员劳动保障大象征。从大前天开始，我美乐东集团所有的骑士、厨子、账房都不再是传统的雇工，他们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劳动换取了美乐东云霄阁的微小股份，栋楼这条路都有他们的一份。我美乐东为每个人购买了大前安康无险保障，只要在美乐东干满10年，老了以后，美乐东的钱庄会给他们发银子。儿子生病，有美乐东的医院免费瞧病；女儿出嫁，有美乐东的红衣车队免费接送。崔大人，你要查封云霄阁，就等于砸了这全城10万无辜百姓家老小的饭碗，等于抢了他们留给后代子孙的保命银子。你问问他们，同意吗？不同意！不同意！崔弘毅，你在干什么？给朕住手！陛下，微臣是在执行吏部的诏书啊！混账！顾维亨那个老糊涂，险些误了朕的江山。美乐东的全民保障制让流民盗贼绝迹，乃是万世未有的安民神策。顾维庸中饱私囊，构陷商民，已被朕当场革职查办。你若敢伤了林东家一根汗毛，朕灭了你9族，还不快给朕退下！微臣遵旨。林东家万岁！林东家万岁！大前朝的池子还是太小了。小雪，如东，京城的大局已定，接下来我们要把美乐东的旗帜顺着那刚刚出炉的钢铁双轨，彻底插满大前朝的每一个州府。钱总管，您瞧瞧他们，连个规矩都不懂。修路建基最讲究的是水线定平，墨线定直。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得用铜盆盛水，拉上盘丝线，10几个人对上3天3夜，才能定下1里路的平准。他们可倒好，就这么胡乱把钢棒往地上一铺，这路要是能平，老夫这双眼睛算是白长了。林峰和那李姑娘在奇技艺术上确实有些能耐，但这移山填路工程靠的可是百年积淀的匠人手艺，没有我们营造行的秘术，他的轨道不出10里，必然会让那铁车翻个体朝天。咱们今儿个就在这看着，等他求到咱们头上的时候，这工价可就由不得他了。总管，孙师傅，尝尝我美乐东新出的疾病猪露，解解渴。林老板，吃食做得好，不代表能修好这铁道。老夫且问你，你连个水盆墨斗都不带，这100丈远的钢轨，你如何保证它2头一样高？这要是有了1丝1毫的偏差，那几万斤的铁魔兽压上去，便是粉身碎骨的祸事。孙师傅，听说你们用蚕丝拉线定平，最快也得大半天。那自然，这可是鲁班门前的不传之秘，少1分1毫都不行。那您过来，往这里面瞧一眼。哼。
这琉璃盒子里有神仙的眼睛，几十丈外的一粒灰尘都瞧得清清楚楚。那红点难道是神仙指路的法术？这叫光谱测量仪，里面是高精度的折射镜片，不需要水盆和丝丝，只要通过这个看一眼，哪怕相隔几百丈，落差也能精确到一根头发丝的程度。长顺，报数。天字3号点，1230毫米，无偏差。收到，下一节钢轨铺。定平了又如何？这钢轨是要用巨大的铁钉钉死在石头里的。我营造型最壮的匣子，砸一天也只能铆死3根铁钉。你这上万根钢轨，光是砸钉钉就得砸到猴年马月去。砸？孙师傅，我们美乐东从来不用蛮力干活。大强、二饼，给2位师傅上点重工的动静。这铁疙瘩是神魔的铁拳吗？怎么叫唤了几下，这100斤重的钢钉就自己进去了？钱总管，珍珠露喝完了吗？若是看明白了，劳烦给外面的商号带个话，这大前朝的基建以后由我美乐东的规矩说了算。大龙头，京城那美乐东的钢轨已经铺到清河对岸的断崖了。林峰那小子放出话来，要在清河之上就设一座什么铁索大桥，让那铁疙瘩直接横跨两岸。要是真让他把路接通了，咱们曹帮这几万条船、10几万弟兄，以后吃西北风去啊！慌什么？自古2江3河皆是我曹帮的天下。他林峰能在陆地上修路，难不成还能在水里扎根？传本龙头的死令，所有大船乘铁索横江，就堵在这桥基正下方。本龙头倒要看看，没有朝廷水师的批文，他那几百吨重的铁车怎么从这100丈宽的江面上飞过去？东家，顾大钱把沿江货船全调来了，断了我们南货上岸的最后100里水路。如今南货供不上，外面的商贾们在看笑话了。若大桥不能通车，我们在信用牌上的威信会受极大打击。放心，南货上不上岸，今天不由他顾大千说了算。如东老韩，长春热鸡做好了没有？把咱们美乐东的大杀器请出来。早就全款烧开了，林大老板。那是何物在叫唤？龙王爷显灵了！东家，这铁疙瘩的力气抵制上上万匹巨马，老韩今天就开着它，给这帮水鬼开眼。蓝衣骑士听令，清空轨道，准备通车。发车。迎敌！放箭！给我把这桥给砸了！你的船很快，但能有我的火车快吗？你运1万斤货到京城要1个月，我这趟车只需3个时辰，你拿什么跟我争？林老板，仙家手段，顾某服了。从今往后，这清河两岸，我曹帮退避三舍。退避三舍？不，我不需要你退。时代变了，顾大钱，水运虽然慢，但内河支油的毛血管，我的火车去不了。从今天起，曹帮并入美乐东支油接迫部，你们的船负责把货从各个小县城运到我的火车站，所有的车夫全部享受美乐东的5险1金劳动保障。跟着我，你们有数不尽的银子赚。挡我的路，这钢铁巨轮的轮轨可不会跟任何人讲江湖规矩。曹帮上下愿听林东家差遣。顾大龙头，这份契约你签的不亏。林老板，不，林东家，从今往后，这清河上下3万条货船，10几万弟兄，全凭东家调度。我等粗人不懂什么大道理，但谁给弟兄们吃，谁把弟兄们当人看，我顾大钱就给谁卖命。好，痛快！老顾，把你们那些陈旧的帮派规矩全丢了吧！从今天起，你们就是美乐东集团麾下的深蓝水陆接过军团。大江大河的干线，我的火车和飞艇来跑，但那些复杂内河支流、水乡村落，就全靠兄弟们的船桨了。如东，接下来可就看你的重工研发部了。包在我身上，林大老板。顾总裁是吧？你们那些靠人力背货、用跳帆卸货的原始效率太低了。这几天我会带人给你们的主要港口加装蒸汽动力龙门洞和滑轮传送带。全听柳姑娘安排。禀报沈总管，红衣空天大队熟林峰1号飞艇已抵达枢纽上空，载有岭南极品鲜荔枝与活水石斑鱼共计5万斤。收到，指令下达，飞艇下降至接高度，启动高空缆绳下货系统。此批生鲜价值连城，务必在半个时辰内完成水路分缆。弟兄们，货到了，按编号装船。这可是送往江南水乡各府珍贵玩意儿，都给我把手脚麻利点儿。若是误了东家的时辰，扣你们的绩效银子。东家，
大一统的威力超乎了我们的想象。半个月来，物流成本下降了70%，而周转效率却提升了15倍。南北的差价彻底抹平。现在任何一个州府，只要使用我们的信用牌下单，不超过3日，便能收到1000万里之外的货物。我们真正做到了富可敌国。哼，富可敌国是开始，小雪。大前朝的商业规则已经被我们彻底重写。从今往后，不管是谁想要在这片土地上做生意，就必须遵守我美料东制定的标准；想要运货，就必须走我美料东的渠道；想要结算，就必须刷我美料东的金卡。这大前朝的物流江山，这万家灯火的商业帝国，今日正式大一统。东家，沈总管出新状况了。长睡，慌什么？天塌下来由我顶着。不是天塌了，是西域来人了。他们听说了咱们云霄阁的名头，直接给皇上递了国书。哦，外邦使臣，他们是来求取通商的。求通商是假，送一份他们指定的物件。什么物件这么嚣张？难不成要咱们给摘天上的星星？还离谱！那西域正值酷暑，他们要求咱们能从京城出发，历经千里狂沙运回西域，却依然能够保持寒气刺骨、半点不融化的仙家冰雪，还说做不到，咱们就是徒有虚名。把冰运过沙漠不化，就这。汝东，去准备吧，明天国宴。让这帮没见过世面的西域乡巴佬开开眼，看看什么叫零下78度的竞合工业奇迹。大前朝的皇帝陛下，我们西域36国此次不远万里来到贵国，不仅带来了最上等的汗血宝马和极品香料，更是为了见识一下传闻中贵国那能够平地起寒霜、千里运活鱼的物流奇迹。不过我们西域多是漫天黄沙，酷暑难耐，地表温度足以将鸡蛋烤熟。贵国的美乐东商号在江南水乡送货也就罢了，若是到了我们西域那等极热之地，只怕半个冰块就会化成一滩温水吧。正是，听闻贵国的美乐东大言不惭，说能将天下万物送达每一个角落。我们今日便想打个赌，若能做出从京城运到我们西域，历经大漠酷却依然冰凉刺，半点不融化成水的仙家冰雪，我们36国便打开通商大门，不仅免去关税，更愿奉上10万两黄金。但若是做不到，那就说明美乐东的招牌不过是弄虚作假，请大前朝立刻停止向我国境内的商业扩张，并且必须将那制冰之法的秘方作为赔礼无偿献给我们西域。放肆！这是狮子大开口！大漠连铁都能晒烫手，怎么可能不化成水？你们是故意刁难！陛下，这根本是有悖常理的死局，绝无可能啊！林爱卿，此事你怎么看？哈桑大统领阿卜杜拉副使，这个赌注我美乐东接了。哈哈哈，林峰啊，你疯了！你知不知道我们西域的火焰山有多热？就算你用10层棉被裹着冰块，到了那里也会变成一车洗脚水。那是因为你们西域的物理学及格线还停留在几千年前。如东，把咱们为西域贵宾准备的硬核甜品端上来吧。来喽，林大老板。故弄玄虚。就算这铁箱子再厚，也阻挡不了沙漠的烈日。这是什么妖法？哈桑大统领，请吧。这是我美乐东专门为西域国博定制的极寒干冰沙冰。别说是在大漠里运上几天，就算你把它放在火炉旁边烤，它也绝对化不出一滴水来。别碰！这叫固态二氧化碳，也就是我们仙岛秘传的干冰，它的温度在零下78度，你敢光着手去摸，信不信瞬间把你的肉给冻死脱落？长生天啊，这世上竟有如此神物！哈桑大统领，它吸收热量后不会像普通的冰那样融化成水，而是会直接升华成你们现在看到的这种仙气，绝不化水。用它冷链保温，就算太上老君的炼丹炉，我美乐东的生鲜和冰淇淋也能完好无损的送到你们国王的餐桌上，绝不化水，绝不化水。我们彻底服了，这10万两黄金的彩头，我们双手奉上。从今日起，西域的关卡对美乐东全面敞开，我们愿意用黄金和宝马换取通商令牌。哈哈哈！好，哈斯大统领果然是痛快人，林爱卿真乃朕之福将。东家，西域36国免除关税，10万两黄金入库。更重要的是，有了这条通往西域的商道，我们的香料和珠宝采购成本将下调80%。这一波我们赢麻了。免关税只是第一步，既然大漠的门已经打开了，老韩、长顺，属下在。传令重工研发部备好抗风沙的金刚和枕木，本东家要修一条贯穿大漠的钢铁丝绸之路。万岁！
痛快，真他娘的痛快！兄弟们加把劲儿！东家说了，这条钢铁丝绸之路只要修到西域王庭，咱们这批先锋队回去，每人发3个月的全额奖金，外加京城云霄阁10次免费豪华洗浴套餐。干了！按照这个推进速度，咱们穿过这片死亡瀚海，抵达西域边境的碎叶城，大概还需要几天？破沙号目前的铺轨速度是每天30里，如果前方没有大型的地质断能，按照我的地质雷达探测，那里的沙层结构非常松散。更麻烦的是，我的无线电监听设备在昨晚捕捉到了一些奇怪的干扰信号。干扰信号？东家，我是小美，我刚核对了天通阁移交过来的西域情报网，你们前方盘踞着沙漠悍匪狂沙帮，沙帮堡主沙里飞重金聘请了一位西域极负盛名的邪恶巫师，此人精通异国幻术与毒烟，你们务必小心。收到，沈大管家，保证用最低成本解决战斗。沙漠悍匪，异国巫术，沿途所有艰难险阻我皆已平定，岂会畏惧这荒漠宵小之辈？帮主，那是活的铁怪兽吗？还会吐气？胡说！那是中原人打造的铁质工程车。这群叫美乐东的中原人简直断了我们的官路。他们把这破铁条铺在沙漠里，以后西域的商队全坐铁车跑了，咱们狂沙帮还抢谁去？难道以后只能坐以待毙吗？乌赞大师，这铁车外壳坚韧，咱们的弓箭根本先发了。沙帮主放心，老糟粕对我降下了神谕，这铁怪物触怒了神灵，等他们进了古心，本法师便会施展连同的铁车，永远埋葬在这黄沙之下。沙漠的神灵啊，听从我的召唤，存噬这些外乡的去命蛊吧！去命蛊吧！中原人在我的肥杖杖中陷入绝望诀，自相残杀。帮主，那铁车要掉进流沙坑了，等他们掉进去，咱们就冲下去，把他们车上的水和粮食全抢光。报告林总，检测到外部高浓度悬浮特粒物入侵，通过光谱分析，主要成分是燃烧的曼陀罗火粉、置换蘑菇孢子以及一些劣质的孔雀石铜粉。流沙坑距离车还有30米，雷达显示那是他们提前在沙层下面挖空了支撑点，用炸药定向崩破引起的人造塌陷。就这，我还以为是什么股神降临呢，搞了半天流沙炼狱就是挖坑爆破。李入洞，别给这些荒漠匪寇留余地了，启动1级环境净化系统，大强2柄。既然他们想玩，咱们就用工业重锤教教他们什么叫科学。我的魔法被破解了！东家威武！林大老板，前面没路了，真要掉坑里了。遇水搭桥，逢沙铺路，这大漠没有我过不去的天险。这根本不是人能对抗的力量！撤，快撤！想跑，动了我的工程车，还想拍拍屁股走人？老韩，他们喜欢玩刺激的，给咱们这位沙帮主上一波高压的水疗服务。得令。给老子洗澡吧，土妖们！
沙帮主，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我这红颜圣水的滋味如何？林神仙，林东家饶命！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冲犯了您的天车，求您赐下解药。我狂沙帮愿意交出所有的金银财宝，从今以后这片沙漠您说了算。你们那些抢来的脏钱，我还看不上。跟着我干！只要你们保护这条铁路的安全，巡视线路，我保证你们每人每月有足责的底薪，年底有分红。干满3年，在沙漠给你们建保障房，不仅管吃管住，还给你们上5险1金。林东家，您那在戈壁上吞沙吐铁的巨兽，简直是奇迹中的奇迹。巴图国王客气了。承诺给诸国王族的冷殿海鲜与冰雪调品，1分都不会少。伽罗老爷，这中原人来势汹汹，咱们的生意怕是要受影响啊！慌什么？这西域可不比他们中原江南，他的大卖场盖的再几天新鲜劲儿一走，必定会被这大漠的后勤开销给活活拖死。东海冷链直达，最后一项。瞧见没？穷鬼兜里没钱，他林峰就是搬来金山银山也是白搭。不出10日，他就得求着咱们盘下他的铺面。东家，今日流水虽高达3万两黄金，但若是无法打通这下沉市场，我们的物流网络在这里就是无源之水。那怎么办？总不能大降价吧？咱们从京城过来可不是个小数目。降价？美乐东的字典里从来没有这个词，从来没有这个词。立刻启动大千朝第1代熏域网互动核弹，我要在这里让西域的土著们体验一下被劈刀刀支配的恐惧。我天哪！你是想把劈刀的裂变病毒植入到这帮人脑子里？没错，明早将卖场里的普通生活物资分为正常售价和1折10人拼团价2种。至于巴图国王和贵族，如东，你连夜造一台终极奢侈品，标价10万两黄金，但是只要能找来足够多的人帮忙砍价，免费送。想知道冰镇酒柜怎么在沙漠里制冷？我拆了林老板的柴油发电机。嘘。去空选，算了，反正他们也听不懂。大王，美乐东商号疯了！何事如此惊慌失措？10万两黄金的仙家战车免费送，快备马去美乐东大卖场，寡人要第一个拿下这辆战车。巴图国王，您只需将这张代表您身份的金卡放入这台魔法终端，当价格归0，这辆车就是您的了。哈哈哈！天命归我，只差100两了。库尔班，快用你的卡给寡人劈一刀！你们全都过来给寡人刷卡助力！去街上给寡人拉人，无论是谁，只要去美乐东办卡给寡人这最后0.01刀，寡人赏1个银币。快去！快去美乐东办卡，帮国王劈一刀！5文钱买1斗雪花面粉，这比买沙子还便宜呀！老爷，完了，全完了！哭什么？美乐东破产了？不是美乐东破产，城里的百姓全跑去美乐东办卡呀，甚至连咱们自家的伙计都偷溜出去帮别人劈刀了。东家，现在整个西域的下沉市场已经完全被我们的锁死了。人性永远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被操控的代码。小雪、如东，接下来咱们该让那些国王们明白，这西域36国的真正主宰该换人了。陛下，国库空了。巴图国王，截至昨日子时，您在美乐东钱庄的偷支本金连同月息，共计120万两白银。按照契约，今日便是最后大权的关税。林东家，林神仙，您怎么亲自来了？快，库尔班，赐座，上好茶。茶就不必喝了。林东家，宽限几日吧。碎叶城虽然是商贸枢纽，但连年封杀，除了些战马和宝石，实在是拿不出这么多现银呢。战马？我们美乐东的红衣军团现在出行都坐蒸汽火车了，要那么多马也就是拉拉短途。回林东家，这叫白大子，是我们西域特有的一种耐旱植物，平时也就是穷苦牧民拿来塞在衣服里挡挡风寒，不值钱。
巴图老哥，你的债务有救了，120万两的账我给你一笔勾销。不仅如此，我美乐东还要在你碎叶城周边投资上万亩的土地。这真的？这林东家看上什么了？只要寡人有，全都给您有，全都给您。我要地，还要人，把城外沿河的荒地全部划给我，再给我调集1万名懂得侍弄庄稼的农夫。从今天起，我要在这西域的黄沙里种出漫山遍野的白色黄金。系统，立刻给我兑换10万亩分量的现代极品高产长绒棉种子，再给我兑换10吨超效速生营养液。丁，检测到宿主正在开启跨时代农业霸权，积分扣除成功，现特级抗旱长绒棉种子已发放，超效速生营养液已发放至系统空间。如东，别摆弄你那破电机了，赶紧带上图纸跟我去城外。林大老板，又接什么大工程了？跟我去城外，给这群西域土著上点现代农艺科技的震撼。这中原的老板是不是疯了？这种旱地连草都长不出来，怎么种白棋子？这是什么黑色的皮管子？这叫现代滴灌技术。土包子们，水泵启动！我的老天爷，全蒸出来了，发芽了！这长得也太快了吧，简直是一天一个样。这真的是白大子，中原的林神仙竟然在沙漠里种出了白色的金子啊！老韩，属下在，立刻组织人手采摘，动用破沙号蒸汽列车全负荷运转。这沙漠里的骆驼走得太慢，我要你用盐比蒸汽火车加骆驼最快的混编运输线，日夜兼程，在京城落下第一场冬雪之前，将这100万斤的西域长绒棉给我悉数运回大本营。得令，保证完成任务，保证完成任务。东家，这批长绒棉的品质远出大前朝现有的任何麻布与丝绸，一旦我们将其投入市场，其成本之低，保暖性之强，将形成绝对的降维碾压。京城那些把持着冬衣价格的老牌布商和权贵，这次恐怕要被我们连根拔起了。拔起他们只是顺手的事，他们不是觉得我美乐东只会送外卖和修路吗？等这批白色黄金抵达京城，我会让他们亲眼看看，什么叫工业革命的纺织洪流。大前朝的寒冬即将降临，但一场由美乐东掀起的工业风暴已然提前点燃了战火。乔大掌柜，近3月我们收拢各地钱庄闲置现银，高价倒卖各类货品，现已在美乐东钱庄攒下3000万两白银。明日一早，咱们就去云霄阁提现，我倒要看看他林峰能在1天之内变出3000万两的现银来。钱老板放心，大前朝市面上流通的散银早就被咱们暗中抽干了。林峰那小子的金库里撑死也就几百万两现银，只要咱们让人在城里散布他金库空虚去的谣言，全城的百姓疯狗一样去挤兑，只要他拿不出真金白银，到时候天下还是咱们的。林峰何在？叫他出来见我！钱老板，乔大掌柜，一大清早带着这么多人，带着空车来我云霄阁，意欲何为？少废话！我们是来取钱的。这张卡里存着我们130家商铺的全部身家，共计3000万两白银。今天我们就要连本带利全部提走，1两现银都不能少。听说了吗？美乐东把咱们存进去的银子全拿去修铁路了，金库早就空了呢。那咱们手里的金卡岂不是成了废卡？快取钱！我也要取钱！东家，不好了！我听见了，3000万两的恶意挤兑，这帮老古董是想用物理提现来降维打击咱们的信用数字啊！林掌柜，您这美乐东家大业大，该不会连我们这点小钱都拿不出来吧？若是拿不出真金白银，那这云霄阁的招牌今日可就要砸在地上了。钱老板、乔掌柜，3000万两白银体积庞大，你们这几百辆小推车怕是装不下呀。这就无需林掌柜操心了，只要你点齐银两，我们自己会办过。林掌柜，咱们得当面把这上万笔利息和本金一笔一笔的算清楚。50个算盘，钱掌柜。你们对真正的计算力量一无所知，给这帮老掉牙的算盘精上点现代重工的震撼。这是什么铁疙瘩？这叫降维打击。大强、二饼，准备录入数据。天字1号账，本息合计3120万4000两白银。快算，看他算的对不对？核算完毕，130家商铺，本息合计3120万4000两白银，一文不少。算得快又如何？林掌柜，账算清了，现银呢？把3000万两现银交出来，否则外面的百姓可不会答应。
钱百通和乔万里说我美乐东金库空虚，没错，东金库空虚，没错。我林峰今天就在这里告诉大家，美乐东的地下金库里确实没有3000万两现银。闭嘴！我美乐东的银子去哪儿了？去修了造福万民的水泥官道，去造了能千里送粮的蒸汽火车，去西域给你们拉回了能过冬的便宜棉花。为了让大田朝的基础坐车更上一层楼，今日我美乐东正式向全天下发行大田朝第1期国家基建大债，总量3000万两。今日购国债者，生年息1成，3年内旗下卖场购物一律8折，看病乘车均可优先。沈总管，老身不取了，再给我存100两，全买那个什么国债。我也买，我买500两的，给我留一半，别抢。这算什么妖术？林掌柜，林东家，您高抬贵手。老韩，东家吩咐，把钱老板和乔掌柜请出去，告诉他们，爱现金就拿全拉回去。但美乐东所有产业从今天起永远不收那2家商号的鲤鱼票。西域的棉花快到了，准备一下，给这帮不商老古董上最后一道硬菜。周大掌柜，外面已经起霜了，那帮穷股冻得直哆嗦，咱们这粗布的价格是不是该涨了？直接翻5倍。林峰卖国债圈钱，没布匹，布匹命脉在咱们手里。今天老夫就要从布匹上把钱老板在钱庄的亏连本带利捞回来。东家，咱们回来了。50万斤西域长绒棉，全程织女手工纺织，去3个月。周不凡正是料定我们没有加工能力，才敢肆无忌惮地囤积居奇。手工纺织，那是古代人的玩法。如东，你的新玩具调试好了吗？是时候给这帮封建布商上一点工业革命的重工业震撼了。早就饥渴难耐了，来人，拉闸，上蒸汽。这是什么怪物？没有人力，铁疙瘩怎么会自己织布？周大掌柜，惊不惊喜？刘长顺听令，刚下线的美乐东棉袄棉稗铺满全城大卖场，价格定为市价1/10，不限量供应。1/10了，这是赔本赚吆。不好意思，工业化量产的成本就是这么低。周不凡，带着你的布匹去地窖里发霉吧。东家，这几天我们账面上的流动白银已经突破了4000万两。小雪，我们美乐东之所以能在这天朝立足，能发行国债，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天下百姓的信任。资本如果只懂得失血和膨胀，那我们和钱百运、周不山那群老地主又有什么区别？取之于民，当用之于民。走，带你们去看看新建的养老中心。林东家您来了。林东家，我们这些孤家老人多亏您呐，这康养中心简直是仙宫一样啊！这真的是给老头子我住的，不要钱。孙老伯，您安心住下，这里1天3顿热饭热汤，顿顿有肉。生病了有我们美乐东的大夫给您免费看诊。您这辈子苦够了，剩下的日子美乐东给您养老。大娘，慢点吃，布锅里还有。活菩萨呀，原以为熬吃过这么白面，没想到林老过上了神仙日子。林大老板，算你干了件人事，这笔钱花的比造10台蒸机都值。他林峰刚赚了3000万两的巨款，不仅没有用来扩充私兵兼并土地，反而砸下重金去给那些最底层的孤寡老人建康养院，这合理吗？陛下，奴才亲眼所见，那些等死的孤寡老人，如今在康养中心有衣有肉有衣，满城百姓都传颂林东家是活菩萨，更传颂陛下圣明，才有了这等盛世。即日起，国库每年拨10万两康养红，即日起御赐天下第1扇金匾，胆敢在附近滋事者，诛3族。金三爷，外面的雪已经下了整整1天1夜了，城东和城北的贫民区冻死了好几个老叫花子。咱们库房里的煤炭和木柴是不是该往外放一点了？放个屁！天赐良机，岂能暴殄天物？把市面上所有的木柴、散煤和银丝炭全部给我提价10倍，没有现银的，就让他们拿自家的地契、房契来换。三爷，百姓们怕是买不起啊！买不起，那就让他们求着买。美乐东，他林峰的电灯泡再亮，能当火盆烤吗？他就算有再多的棉衣，没有炭火取暖，这漫长的大前朝寒冬一样能把他们冻成冰棍儿。本老爷就坐在这暖阁里，等着那帮泥腿子和林峰跪着来求我买炭。
1号阀门开启，循环水泵功率最大化。这贼老天，怕是又要冻死不少人了。美乐冬雪地专送，热腾腾的自热红油火锅到了，还有保温姜汁奶茶，风雪无阻，绝不加价。东家，年终盘点彻底结束了。过去1年，我们在大前朝的衣食住行、金融、通讯已全部实现绝对垄断。我们的信用牌资金池内沉淀了相当于大前朝过库8倍的恐怖现银。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您现在一句话，大前朝明天的物价是涨是跌，全由我们说了算。林大老板，陆基基建已经基本无敌了。我的重工造船厂在年前已经成功下水了第1艘内河蒸汽明轮船。明年开春，咱们是不是该把火车的铁轨直接铺到南方10万大山里去，把那边的矿产全给包圆了？小雪、如东，大前朝的商业版图，我们已经拼上了最后一块拼图。新的一年，我们的目标是稳固工业基础，开启大元朝真正的重工业革命。干杯！怎么回事？今天是除夕，外地分号的货运都停了，谁在发最高级别的红色急报？东家，念皇城内线急报：今日有时，当朝太子宣王勾结被罢黜的户部侍郎郭圣安、部商钱百通等旧世家贵族，发动了兵变，禁军统领被克刺杀，10万驻扎在京城外的精锐重甲大军已被太子以清君侧诛国贼的名义强行调动，接管了京城9门。皇宫大内已被彻底封锁，隆武帝生死不明。东家，电报还有最后一函，叛军的10万铁骑没有攻打皇城，而是已经将朱雀大街全面合围。完了，他们这是要在拿到天下之前，先抢走我们美料东富可敌国的财富来充当军费啊！咱们红衣骑士虽然个个能打，但总共不过3000人，怎么可能挡得住10万重甲正规军？秦风，你蛊惑父皇，祸乱朝纲，敛尽天下财富。今日本宫奉天讨逆，立刻打开大门，交出云霄阁地下金库的所有事与账本，让你的骑士全部放下武器，跪地投降。本宫尚可留你一具全尸，否则10万大军破楼之时，必叫你这云霄阁化为鸡废，鸡犬不留。他们以为美料东只是一个会赚钱的钱庄，他们以为咱们修铁路、建高炉、造蒸汽机，只是为了送外卖和织布。既然他们想用刀枪来抢咱们的心血，那就让他们看看什么是工业革命的真正獠牙。如东，商业模式到此结束。老韩、长顺，属下在。拉响云霄阁最高级别防空防爆警报，切断1至3层所有通道，全员退守4层以上。美料东全体黄蓝红衣骑士听令。我们的饭碗，我们家人的安康保险，我们存在金库里的血汗钱，现在正被底下的这群叛军抢夺。有人要砸烂我们好不容易建起来的盛世，我们不惹事，但绝不怕死。全员切换红色战斗形态。如东，解锁地下机密重工库，把咱们用高炉金刚秘密打造的高压蒸汽连弩排枪、特种防爆钢盾，以及那2台准备用来挖矿的重型蒸汽附带推土车，全部给我升上地面！想抢金库，今天就用钢铁和蒸汽，把你们这10万封建铁骑碾成一地肉泥！林峰，本宫的耐心是有限的。林掌柜，你那点看家护院的家丁，在10万正规军面前连个屁都不是。乖乖把金库的密码和账本交出来，太子殿下仁慈，或许还能让你在天牢里过个除地。准备迎敌，弓箭手上线。东家有令，擅闯云霄阁警戒线者，杀无赦。装神弄鬼的铁王八，给本宫放箭，射死他们！什么？那透明的琉璃板子竟然刀枪不入！老韩，给这帮古代的叛军上点阻击火力，不用真子弹，用橡胶木弹丸。得令，兄弟们开火！
这暗器力气太大了，盾牌挡不住啊！该死，那到底是什么怪物？退，快退！殿下，强攻不行啊！林峰的火器和机关术太邪门了，咱们的兵根本冲不过去。本宫就不信，他林峰真的敢杀光天下人，把我们在外城抓来的那些人全部押上来，推到阵前去。林峰，你给本宫看清楚了，这些都是你美乐东的伙计，还有他们的家人。你不是号称大前朝第一大善人吗？你不是给他们发养老金吗？开火呀，让你的铁车碾过来啊！只要你敢动一下，本宫就让这几百个贱民先给你陪葬。东家，这帮安杂货用咱们弟兄的父母当挡箭牌，兄弟们没法继续了，继续了！这帮垃圾，打不过就用这种手段。林峰，现在怎么办？强冲肯定会伤到自己人，不冲楼就没了。东家，宣王这是阳谋，一旦我们妥协，金库失守；一旦我们开火误伤无辜，东家建立起的民心和信仰将在顷刻间崩塌。跟我玩道德绑架，古人的战争思维永远只停留在物理层面的互砍。今天本东家就给他们上一堂现代战争的必修课：声光电综合信息战，外加金融核威慑。启动大楼顶层的探照灯矩阵，把大功率蒸汽声波笛的阀门给我拉到最大。小雪，立刻连线地下金库的总账房，给我调出叛军那3个重甲营所有士兵的家属储蓄金卡数据，我要精确到他们每个月存了多少钱。明白。探照灯矩阵充能完毕，声波笛准备就绪。东家，数据调出来了，城防军和3大营的底层士兵，90%营的底层士兵，90%以上都在我们美乐东办理了高息纯价号卡，他们的军饷和安家费全在我们这儿。城防军的兄弟们，3大营的将士们，你们把眼睛睁开，摸着你们的良心好好想想，你们跟着宣王来围攻我云霄阁，为了那点可怜的军饷，是为了什么？陈总管，给他们报账。城防军左卫营张大牛，你的美乐东储蓄卡里存着你老娘的看病钱，共计45两。前锋营李二狗，你的卡里存着你娶媳妇的彩礼，共计60两。3大营10万将士，你们总计230万两白银的安家费，全都安安稳稳的存放在我美乐东的地下金库里，每个月还在给你们生利息。听到了吗？只要你们今晚敢放火烧了这栋楼，敢砸了我的金库，我保证，你们存在卡里的那些给爹娘看病、给老婆买米的血汗钱，将全部变成一堆废纸。你们不是在抢劫财阀，你们是在亲手烧掉你们自己全家老小的身家性命。完了，你们要造反吗？给本宫上，不许退！殿下，大势已去，咱们被反噬了。老韩，人质已安全，10万大军军心已散，给我全军出击，活戳宣王，肃清叛党。今晚咱们去皇宫，给皇上拜个早年。得令，黄蓝红3军听令，推土车开道，冲啊！走吧，小雪、如东，把咱们的账本和发电机包上，是时候去和龙武帝谈谈。太顺利了，10万大军围城，这么大的动静，皇宫大内竟然连一支球员的响箭都没有放出来。龙武帝就算再怎么信任我们，也不可能把整座皇城的防务全都撤空。林大老板，你是不是被迫害妄想症犯了？咱们刚拯救了大钱的江山，那皇帝老儿现在估计正躲在暖气房里烧香拜佛呢。等会儿见了他，咱们高低得再要几个通商口岸的特许行影权。不，东家的担忧是对的。我刚才重新核算了叛军的粮草和装备调破账目，太子宣王虽然贪婪，但他的东宫产业根本不足以支撑10万中甲大军的开销，而在他背后有一笔高达500两的隐秘资金流，通过江南的几个皮包商号分批次洗成了军械。这笔钱的源头指向了当朝左相赵无极。东家，情况不对劲，这皇宫安静的像个坟壳子。既然来了，就没有退缩的道理。老韩，你带着红衣兄弟守在午门，没有我的电报指令，任何人不得入内。这暖气怎么开得这么大？锅炉要爆炸了吗？脉搏极其微弱，几乎探不到，嘴唇发黑，指甲呈现暗紫色，这是中了西域最狠毒的千灸散，而且中毒时间至少在1个时辰区以上，他快不行了。什么？太子不是在宫外吗？谁他妈能在皇宫里把皇帝给毒死？精彩！不愧是美乐东的大掌柜和首席账方，这份临危不乱的定力，老夫佩服。原来太子宣王不过是你们抛出去吸引我注意力的诱饵。你们故意让太子去围攻云霄阁，就是为了调虎离山，好让你们在宫里从容的弑君篡位。林掌柜，话可不能乱说，弑君的明明是你呀！龙武帝沉迷于你那所谓的仙家科技，甚至要把大前朝的江山财权都交给你这个卑贱的商人。本宫与左若是不出手，
这大前朝的天下岂不是要改姓林了？林峰，你用那些奇技妙计毁了老夫门生的钱庄粮行和布局，你真以为这天下是靠几台喷着白烟的铁格子就能统治的吗？这大前朝的根基是权谋，是人心。今日除夕，你林峰以检修暖气为名入宫，却在酒中按下毒药。太子宣王为了救驾，在宫外被你手下的叛军残忍杀害。本都与皇后娘娘拼死护住皇太孙，这就是大前朝明日即将昭告天下的国史。算盘打得挺响啊！只要我现在按下广播键，你刚才说的话就会立刻传遍全城。老韩的红衣骑士不到半炷香就能推平这座大殿。怎么回事？没信号了！哈哈哈哈哈！别白费力气了。林峰，你以为老夫不知道你那千里传音的把戏吗？该死，信号断了！老夫翻阅了古籍，在钦天监的指点下，花费重金，在这座大殿的墙壁夹层和屋顶铺设了整整3层厚厚的西南石与铅水浇筑的铁网，隔绝一切电波。既然没信号，那咱们就物理突围，闭眼。很惊讶吗？为了对付你那能发出妖音和强光的暗器，老夫特意从天牢里的死囚中挑选这30名聋哑死士，他们听不见任何声音，戴着墨镜面罩。你的声光电对他们毫无用处。我操！这帮古代老古董玩起狠来简直不要命啊！东家，这份遗诏上写着，命你林峰将大前朝所有的铁路、卖场、电厂以及钱庄的所有权全部无偿捐交给朝廷，由本相代为接管。盖上手印，老夫可以考虑让你们3个人死得痛快一点，不至于受到千刀万剐的极刑。系统，你死了吗？给我出来！检测到宿主陷入极度物理死局，由于当前大殿处于强磁场隔离带，系统无法进行大型武器空投。宿主是否愿意消耗全部积分兑换唯一能够破局的微缩超导核心？兑换，我全换了，积分都换了，积分清零，兑换成功，物品已自动存入宿主大衣内侧口袋，请宿主谨慎使用。冥顽不灵！既然你想把财富带进棺材，那老夫就成全你，动手，先杀这2个女人！等一下！还想垂死挣扎？在这西南石的大殿里，你任何暗器都发不出声音。但你忘了，我美乐东除了修路和送外卖，最擅长的是医疗生化降维。你干了什么？我在拯救陛下。诈尸了！朕没死，乱臣贼子！护驾！护驾！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乱臣贼子！朕待你们不薄，你们竟敢弑君篡位！给朕滚！这不可能！你明明已经毒气攻心了。信号征币圈，嚯！老韩，带人进来，洗地了。皇上，东家，属下救驾来迟。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回东家，太子宣王已被生擒，城外的10万河军在咱们的金融震慑和声光电打击下，已经彻底放下武器投降了。赵无极、苏轼，你们算盘打得确实精妙，可惜你们没算到林爱卿那通天彻地的仙家手段。韩龙虎，将这群乱臣贼子全部打入死牢，交由刑部严加审讯。遵旨。东家没伤着骨头吧？没事，小雪，这点小场面还奈何不了我。林大老板，你刚才扔出去的那个蓝光球到底是什么黑科技？纳米机器人，这也太逆天了吧！臣救驾来迟，让陛下受惊了。刚才那枚9转还魂仙丹，乃是臣在仙岛求学时师父赐下的保命至宝，世间仅此一颗，如今能用来为陛下续命，实乃大幸。林爱卿，快免礼！若非你和美乐东的骑士们拼死相救，这大前朝的江山，今夜
怕是就要改朝换代了。你是朕的救命恩人，从今往后，林峰便是大千朝的一字并肩王，太上经济总督的职权再加一成。大千朝9州13府的矿山、水陆、官道，皆由林峰全权统辖，无需上奏，先斩后奏。臣谢陛下隆恩。陛下，这旧的时代已经被风雪掩埋，新的一年已经到来。臣听闻陛下平日里出行乘坐的那8匹马拉的皇家御辇，不仅颠簸，而且速度极慢。木质车轮走在石板路上，确实颠得朕这把老骨头难受。但历代帝王皆是如此，又能有何法子？以前没办法，但今天有了。如东，去把咱们给皇上准备贺礼开到太和殿广场上，让陛下体验一下，叫真正很贴地。好嘞，林大老板，您就瞧好吧。这是何等仙家宝物！没有马拉，竟然能自行游走。陛下，此乃臣与柳师妹耗费无数心血为您量身打造的大边朝第1代龙舞幻影全自动豪华轿跑。这门竟然是往天上开的！陛下，请上车体验。林爱卿，这铁车虽然舒适，但这般庞大，全靠柳姑娘一个弱女子操控，万一撞了墙，可如何是好？陛下放心，这就是这辆轿跑最强悍的降维打击之处。小奈，我在。欢迎大前朝皇帝陛下登车，全景雷达已开启，陆路数据已加载，智能御驾模式启动。哈哈哈哈哈！飞起来了，朕这是在贴地飞行啊！不错，合理。林爱卿，有此神车，有你这等惊天畏地之才，朕的大前朝必将千秋万代，威震四海。东家，出大事了！咱们在东海沿岸刚建好的3号深水物流港没了。什么叫没了？被炸平了！东家不是海盗，是一支从来没见过的大舰队。他们的船比楼还高，没有风帆，全身包着黑铁。他们的船上长着极其粗大的青铜管子，喷出来的火球一发就能把咱们的水泥仓库轰塌。已经强行登陆，正在烧杀抢掠咱们的货物。咱们的冷兵器护卫根本靠近不了。喷火的青铜管子，包着黑铁的巨船，难道是古籍里记载的海外化外之地的野蛮红毛鬼？小雪，东家吩咐，冻结全大前朝所有的商业贸易出口，抽调金库里所有的现银。我要在1周之内买空全天下的生铁、硫磺和硝盐。如东，把那些封存在地下机密库的限灵步枪和万吨级重装蒸汽铁甲舰的图纸给我翻出来。既然他们喜欢用大炮来讲道理，那我就用大千朝的钢铁重工教教他们什么叫真正的射程之内，皆是真理。